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看看赵丽颖的3个人。有人说顾廷烨有外屋有娃，根本配不上女主，真正爱她的是少爷。别人都说顾廷烨和少爷相处的不太好，何鸿燊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。说到电视剧，顾廷烨几乎都会出演男主这个角色，这是给定的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身上的台词足够错综复杂，剧情足够引人入胜，跌宕起伏的节奏抓住了观众的眼球。而到了后期，只有顾廷烨和女主参与了两院的冲突，整个局势才能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层次。如果不选季太太演男主，难道还要继续看着明兰做他的女朋友，过着悲惨和怨恨的生活吗？还是和何鸿燊一起安于观察明兰和何小哥过着简单的生活？公众似乎对目睹这种性质的阴谋不感兴趣。每个人真正想要的是发泄愤怒的免费通行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想问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3种类型的男人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？我们应该怎么做？01顾廷烨。顾廷烨虽然很好，但我实质认为剧中最配明兰的是他。根据明兰的性格特点，难免会选择和爱上一个可以和他强强联手的人，比如顾廷烨。两人的成长途径相似，都了解对方的痛点。只有顾廷烨才能给明兰最高的自由度，任由她做一个酸女人。此外，顾廷烨复杂的历史也可以给明兰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，帮助她理清不公平、乱七八糟的家庭和社会关系。不过，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顾廷烨这样的男人，我觉得还是避而远之吧。因为和顾廷烨，他选择了一条风雨交加的路。你能忍受你的继母每天都想杀你吗？你能忍受家中随处可见的眼线笔吗？你能忍受不愉快的亲戚以各种目的拖累你、批评你吗？此外，皇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席卷了整个家族。选择顾廷烨，不仅要能经受住这些，还要能从容应对。一不小心，就会变成绝望的深渊。顾家既然是后府，而顾廷烨因为他是朝廷的新贵人，确实能够给顾廷烨的妻子带来极大的威严和气势。然而，这背后的沉重和辛酸却无处可寻。普通人没有明兰的耐力和知识，以上任何一个挑战都足以受苦一辈子。其次，对顾廷烨而言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是一个肩负着家国使命的将军。萧琴说得很对，若不将瓦罐从井中掰开，将军必死无疑。顾廷烨的命不是为了明兰，也不是为了后府，而是为了皇上，为了天下。他正在为他的家庭和国家而战。他要成为他的女人，就必须拥有非凡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让他能够接受永远失去他的可能性。和他在一起不值得冒险。那么齐衡呢？02齐衡。齐孝公的华丽外表对广大观众产生了深刻的诱惑。在剧中，他也是一个蓝脸浑水的人物。我承认，朱一龙的脸当然是相当有身临其境的，尤其是他把少爷的身世和脆弱感诠释得很好。正是这种脆弱的情感，让女性观众渴望保护他。没错，小公公的脆弱情绪源于他无限强大的母亲，从小就为他付出一切。所以，萧公业其实是一个敏感、脆弱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需要别人照顾他的情绪。他对明兰的爱是真挚的，也是发自内心的，但也有自私自利的驱使。他崇拜的焦点总是指向内心，指向他自己。所以，一旦明兰和顾廷烨喜结连理，小公公就会在法庭上亲自报仇雪恨。同时，他也很虚弱，不敢只需打破与生俱来的舒适区，所以他不会特意拒绝郡主，保卫明兰。一个适合年轻人的女人，必须要有母性，要有足够的包容和耐心，等待、陪伴，甚至帮助她成长。但是，陪伴和等待一个与她不同步的男人长大，是一件高风险、低回报的事情。
不要说我们没有沉的知识和耐心，就算我们成功了，你能保证对方成熟吗？做出如此广泛的财务承诺真的值得吗？如果不优秀，很容易在生活中被对方拖着走，误入歧途。03何鸿燊，个人认为，在整体的知不知道中，何鸿燊可能算是大众的好搭档。贺小哥虽然出场次数不多，但总能给予到他的人注入一种平和与和谐的感觉。他没有顾廷烨那么轰轰烈烈，也没有少爷那么狂野。他对明兰的感情是谨慎的，会为他考虑的。作为一代代太医的传人，他看穿了深宫的内讧，也真正明白了宠妃毁妻的可怕本质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个目睹过黑心的男人不会过于肤浅，也会更加了解女性所面临的挑战。何鸿燊具有让人快乐的基本属性。何鸿燊唯一的黑点是，当他的堂弟白莲花要为妾时，他并没有那么果断。不过，这位堂兄毕竟是他青梅竹马，好人要迅速做出杀人的决定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因为明兰想要一个非常坚定、完全爱她的人，所以何鸿燊和明兰不配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，在今天的现代，一夫一妻制将不复存在，顶多会是他前女友的锻炼。曹表妹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同样，何鸿燊的不足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弥补。比如，何鸿燊最关心他的母亲和祖母，所以他应该专注于与他们保持健康的关系，获得他最爱的人的青睐，并依靠同情和喜爱的行为来维持他的决定再检查。此外，明兰与顾廷烨结婚后，何鸿燊一直没有结婚，而是为了躲避堂弟曹家，决定独自踏上采药之旅。期间，何鸿燊避开了堂弟曹家，这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与明兰的关系的性质进行了相当的思考，并且对真正的曹堂兄有所了解。他不是一个缺乏常识的人。和何鸿燊在一起可能不是特别有利可图，但相关的风险很低，人们可以合理的预期在可预见的未来过上安定安稳的生活。我这么说，我的意思是选择任何人，并不意味着你只能从优点中受益，而不考虑缺点带来的危险。比了解对方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了解自己的几何吗？我们能力的边界在哪里？你能容纳什么样的人？你需要什么样的婚姻安排？明兰聪明坚强，所以不会选择脆弱的少爷和平庸的何鸿燊，而是会和无畏的顾廷烨相互吸引，也能忍受官夫人的尊荣。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，不需要为了完成任何事情而付出更多的努力。事实上，经过大量的旅行和研究，我们最终能够找到应该匹配的人。故意强迫什么？做你自己就足够了。因为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。新《红楼梦》真的是卧虎藏龙，主演都是杨幂和赵丽颖。你发现了吗？《西游记》是4大名著中翻拍最多的一部，但大家普遍偏爱原著，其他3部则是《新红楼梦》。这部剧受到了众多著名女演员的关注。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演员是蒋梦婕、李沁和于晓彤，但其实这部剧中卧虎藏龙，杨幂和赵丽颖都出演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原来是他们2个，不过只是个小配角，角色不多，所以不能红。而且那个时候杨幂最不起眼，赵丽颖比较抢眼，比她还多，也很不成熟，和现在差不多。不过由于杨幂在剧中的长相并没有剧中的主角那么惊艳，头上戴着金银首饰，杨幂在电视剧中的位置是属于更多角色的几个配角之一，而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大部分妆容都相当简单，头部没有额外的点缀，唯一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连衣裙。当她现在的剧照与这部电视剧前几集的剧照进行比较时，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她无法识别她们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。不同，因为她不像现在那么可爱和吸睛。赵丽颖当时是个不起眼的配角，一点名气都没有。虽然没有人认识她，但因为她的举止，她比杨幂更出众。